1000年前的佛教预言诗几乎全中，黄檗禅师的14首预言诗已中12首，最后一首提到2025年有大事发生。这位黄檗禅师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说的大事究竟是什么？又真有预言未来的能力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查考史料便会发现，黄檗这个人的出生年份是不详的。据佛祖历代通载记载，黄檗很早就立下了想要出家的念头，于是他成年后就往天台山前行，一路求道。求道的路上就遇上了一个相谈甚欢的僧人。出涉人世的黄檗对这位僧人非常信任，两个人甚至相约着一道同行。可黄檗万万没想到，这僧人竟然是一个水鬼。原来，在一条暗流汹涌的河流面前，那位化身为僧人的水鬼一直督促着黄渤先行一步。可黄渤明明再三说明自己不会游泳，让水鬼先行一步，水鬼却不断的推脱，让黄渤不得不怀疑他是否有别的目的，又或者不是僧人的身份。这次惊险的遭遇让黄渤意识到，需要不断的修行自己，才能辨别人世间的种种是非，便更加坚定了前往天台山求道的念头。这一求道的历程就是数十年。数十年间，黄渤从未回过家探望自己的父母，因为他认为，只有断绝与尘世的所有瓜葛情谊，才有可能真正的悟出佛理，成为得道高僧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经历过近30年的修行，黄渤终于如愿成为得道高僧，于是便开始云游天下，四处传道。这一天，他无意中来到了自己的家乡传道，在家乡路口的亭子那儿，看见了多年未见的母亲。当时，黄渤的母亲由于过于思念儿子，整日以泪洗面，哭瞎了眼睛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不放弃找儿子这一个念头，于是就在路边设置了一个凉亭，专门招待僧人，就为了哪天能够遇上自己的儿子。黄渤虽然多年未曾见过母亲，但血毕竟浓于水，看到母亲的面貌的第一眼就认了出来。只不过他依然不愿意告知母亲自己的身份，毕竟此时他早已和俗世没有多少牵扯了。黄渤的母亲就这样不知所以地招待着自己的儿子，心中总有些微妙的感觉，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黄渤见母亲这样的劳累，还是忍不住地说出一句“一子出家，九祖升天”。起初黄渤的母亲没听明白这句话，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黄渤已经走远了。再加上邻居的提醒，他这才意识到这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，于是便赶忙追了上来。可一个盲人怀着这样急切的心情出行是十分危险的，最后黄渤母亲误入了渡口之中，不幸丧命。目睹这一切的黄渤悲痛万分，只能忍痛为母亲超度。在超度的过程中，黄渤高声喊道：“望诸佛让自己的母亲进入永生，否则一子出家，九祖升天的话就会成为妄言。”话音刚落，黄渤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，那正是自己母亲年轻时候的样子。她缓缓开口道：“儿啊，托你的福，我可以进入极乐世界永生了。”说完这话，女子就飘走了。有了这一传说的加持，黄渤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自然更加崇高，因此他写下的预言诗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。唐朝高僧黄檗禅师14首预言诗，仅剩最后2首没有发生。提到2025年有大事发生，他到底说了什么？在黄渤写下的这14首中，第一首就颇有意味。诗的开头就是一句“日月落时江湖碧”。此时尚处于唐代，没人知道未来王朝更替的顺序，但这日月组合在一起就是后来的明朝。第二句中同样有时间的指示词清元，按照中国古代的纪年法来推算，这个指的就是甲申年，也就是1644年。第三句则指出了姓名八牛合并在一起就是猪，完整的便是八牛运象颠前进。众所周知，在云南的吴三桂是明朝覆灭的直接原因，简单几句诗倒是把明朝的命运说得一清二楚。事实也正是如此。公元1628年，崇祯皇帝登上历史舞台，他一上台就决意整顿吏治，想要重振明朝。然而崇祯有心，但此时的大明已成死局，回天乏术。也正是这一年，明朝遭遇了100年难遇的干旱，造成了大片的饥荒，连地上的草根都属于被争抢的食物，足可以见这场饥荒的恐怖程度。与此同时，北方皇太极又带着大量的满人军队正在骚扰明朝边境。崇祯想要振兴明朝，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公元1644年，吴三桂与满人勾结，崇祯写下罪己诏，随后在一棵歪脖子树
树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，明朝也随之覆灭。如果说一首诗只是巧合，那么2首诗可能就不是巧合了。紧接着的一首就讲到了康熙盛世，诗歌一开头就是黑虎当头，运纪康。后人解读认为，这里的康指的就是康熙，黑虎说的也是年份，也就是1662年。这一年正是壬寅年，也就是虎年。第二句讲的则是康熙接手朝政之后，国家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非常稳定的。由于这一状态是尧舜之后没有出现过的，因而诗歌的第4句五五还兼六六长，就是在说康熙在位的时限，5乘以5与6乘以6得出结果后相加，正好是61，这个数字就是康熙在位的时间。至于第3首诗，主讲的就是雍正，因为诗歌的一开头说的就是有一位真人从雍州而出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后人普遍认为黄渤的这14首诗歌主要是以清朝皇帝为主角的预言。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还藏了首关于2025年的预言诗。唐太黄檗禅师写下了14首预言诗，推演1000年未来，12首已成现实，剩下2首提到2025年，令人后背发凉。他说了什么呢？黄渤写下的14首诗，前12首预测到了清朝末年都已应验，剩下的2首还有待解读。第13首说的是世属时同运不同，中原好景不为功。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某个鼠年会发生很不一般的事情，这件事会让整个世界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后诗歌的最后2句又说到，好运将会被消耗殆尽，5年后一切就会有定论。这话有没有道理呢？这么说吧，2020年是鼠年，而那一年全球的运转因为病毒陷入了瘫痪之中。这也是说，如果这13首诗歌讲的真是2020年的事情，那就让人后背发凉了。毕竟好运已经用完，后续会发生什么很难说。好巧不巧的是，这个后续仅只有5年的时间，也就是2025年。关于2025年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，民间已经出现了许多的传闻。有日本人预测说，这一年全球会发生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，也有人说这一年可能会迎来世界末日。但黄渤的最后一首诗却以为日月推迁丝转轮，皆与出世更无因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世间万物的流转都是有一定规律的，就算未来走到了尽头，那肯定也是有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。总而言之，对于未来的走向不要过于悲观。这么一看，黄渤关于2025年的事情貌似也没说个明白。有人就以为这些诗歌并不是黄渤所作，理由有这么几点。首先，一个生活在唐代的人预言未来也就算了，可为什么只预测跟清代相关的呢？毕竟唐代跟清代之间也是隔了3个时期呢。其次，人们对这些预言的解读似乎是一件不需要费脑子的事情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清代的人没能解读出来，去规避这些风险呢？基于这些理由，人们合理的怀疑这些诗歌并不是黄渤所作，而是清代的人借名所作。当然，不管他究竟是谁所作，其实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太过模糊。预言这东西为什么说真真假假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讲的模糊不够真切，因而就能够做到假说假有理，乙说乙有理。可实际上，如果预言的真实性足够高的话，它所指称的应当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，不然你又如何让后人有所警醒呢？这也就导致以往大多数的预言几乎都因为它们足够模糊，没有在当时被解读出来，因而也就无法给人警示，让人规避风险。所以各位看官还是当故事听听就好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